所以在跟各位解释完前面的2个案例，还有这个形成判决跟给付判决在外国裁判承认与执行的这个本质上跟程序上不一样的地方以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案例类型。各位在听到第一个案例跟第2个案例的这种情况之下，难道你不觉得怪怪的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国的民法1052条的规定，关于裁判离婚的规定。手边有六法全书的各位，请你翻开你的六法全书，翻到民法第1052条裁判离婚。这个1052条的规定，第1项规定说，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第1款重婚，第2款与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第3款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为不堪同居之虐待，第4款夫妻之一方对他方之直系亲属为虐待，或夫妻一方之直系亲属对他方为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第5款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第6款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第7款有不治之恶疾。第8款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第9款生死不明已逾3年。第10款因故意犯罪，经判处有期徒刑，于6个月确定。这是第1项。第2项的规定，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这一款的规定，学者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一个共通的，不管是第1项或第2项的规定，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负责任的那一方可以向我国的法院提起裁判离婚。第1项的规定呢，是夫妻之一方有这第1款到第10款的事由的话，他方可以向法院请求离婚。这个我们在学理上称为无责配偶。那第2项，它所规定的就是，它虽然没有前项的第1款到第10款的这个重大事由，这个夫妻已经难以维持婚姻的时候，也可以请求离婚。但是但书还是规定说，这个如果是由夫妻的一方要负责的话，只有他方可以请求离婚。所以法条的规定上面，原则上第1项跟第2项呢，都是只有无责配偶得向法院请求离婚。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请问各位几个问题。这个不管1052条第1项的规定或是第2项的规定，能够提起裁判离婚的，都必须是要无责配偶。那我们刚刚讲的案例1跟案例2，他们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跑到外国去提起这个离婚官司呢？他们为什么不在国内向我国的法院提起裁判离婚？到外国去提起离婚官司，要买飞机票，要请外国的律师，到外国去呢还要开庭，所以你势必一定要住旅馆。意思就是说，它的成本比起直接向我国的法院提起离婚官司的话，到外国去这个成本要花费的更多。为什么这些人一定要跑到外国去提起离婚诉讼？为什么不在我国提起离婚诉讼？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刚刚我们看了民法第1052条的规定，答案很清楚，因为这些人在法律上多半是有责配偶，
而不是无责配偶。如同第一个案例的这个武官，他因为在外国移情别恋，又生了小孩，所以这些人在法律上面呢，依照我国的民法152条向我国起诉请求裁判离婚，必然是受到败诉的判决。所以这些人是法律上是有责配偶的情况之下，他就不能向我国的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他必须绕一个大圈子，花更多的成本，坐飞机到外国去起诉请求裁判离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这些有责配偶在国内不得向法院请求离婚，为什么到国外去，因为缺席判决，拿到离婚判决回来以后，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单独的去登记离婚？也就是说，走国内的程序不可以，绕一圈到国外拿到外国法院的判决回来，就能够顺利的登记离婚。神不知鬼不觉，另外一造的配偶还被蒙在鼓里，这个公平吗？我们刚刚看到内政部的这个行政解释，还说另外一方的配偶，你如果不服的话，另外请你依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另外一方要再去打民事官司，打民事官司要花钱，要请律师，要缴裁判费，由民事法院来审理是否承认该外国离婚判决的意思。如果这个律师他不懂涉外民事事件的处理，把这个官司给搞砸了，这对另外一方无责配偶公平吗？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再去打民事官司，请求民事法院审查是否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效力，这个时候必须要民事法院他结果是不承认该外国的离婚判决，这时候他方配偶才能够涂销离婚登记。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过了，承不承认外国离婚判决，判断的基准是民事诉讼法第402条。这个时候我们请各位翻开民事诉讼法第402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402条有2项的规定。第一项规定，外国法院之确定判决，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认其效力。第一款，依中华民国之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者。第二款，败诉之被告未应诉者，但开始诉讼之通知或命令已于相当时期在该国合法送达，或依中华民国法律上之协助送达者，不在此限。第三款，判决之内容或诉讼程序有悖中华民国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第四款，无相互之承认者。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民事诉讼法402条，它所规定的叫做外国裁判承认与执行的这个制度，原则上是采自动承认，例外才是不承认。所以，如果有第一款到第4款的任何一款的情事的时候，才例外的这个不承认。那第二项的规定是说，前项规定于外国法院的确定裁定准用之。这个第二项的规定，它立法的主要的意旨在于，这个时候不管外国法院关于离婚的这一种裁判是叫判决还是叫裁定，还是有其他的名称，这个只要是外国的法院所下的司法判断，原则上都符合本条外国裁判承认与执行的这个裁判适格。所以我们刚刚从案例一直讲下来，第一个，这种外国法院的确定离婚判决该不该承认，这个攸关民事诉讼法
第402条的解释问题。第二，就外国离婚判决，那为什么可以不通知他方配偶就可以单独的离婚登记？这个攸关户籍法第34条的解释问题。以下我们就第一与第二的问题加以说明。